哈哈哈哈哈！爱卿快看，这孩子眉眼像朕，果然是朕的儿子。恭贺帝后，喜得皇子。6个孩子，就我一个是你亲生的，能不像你吗？完了，这广鼎老儿能听到我心声。陛下，怎么了？啊！别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婴儿。确认过眼神，他是真的能听见，这下死定了。刚出生就要被当成妖怪烧掉。陛下，您别下臣妾，是孩子有什么不对吗？陛下，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皇后，你刚生产，身子弱，回宫好好歇着。可是孩子，朕的儿子，朕带他去见见他大哥，有问题吗？陛下，恒运他正在读书，您现在过去会打扰他的。欧霍开始找借口了，平时巴不得你们父子情深，今天怕了。无妨。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安。平身。可惜了，这张脸一半像母后，一半像镇国大将军，就是没有一点像你。父皇，这便是刚出生的弟弟吗？长得真可爱，眉眼和父皇真像。又来一个说像的，你们这群人是没长眼睛吗？还是就喜欢睁眼说瞎话？是吗？朕也觉得像朕。恒运，你今年多大了？回父皇，儿臣今年1时有6。16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朕还记得你刚出生时，也是这么小一点。儿臣能有今日，全靠父皇栽培。好，你母后待你好吗？母后对儿臣视如己出，关爱有加。肯定对你好啊，亲妈能对你不好吗？那镇国大将军呢？你觉得他为人如何？镇国大将军，儿臣与他不熟。是吗？朕倒是听说你小时候很喜欢往将军府跑。那是儿臣年幼不懂事，只是觉得将军府的弓马有趣。对你可太生沉了。母后求了父皇半天，给你讨的西域好马，你转头就送给了大将军的儿子，还说将军是你最亲爱的人。父皇当时脸都绿了，最后还是忍了。谢玉宝马，朕送你的生辰礼物，儿臣很喜欢，喜欢到转手就送给了别人。8岁就知道讨好别人，用朕给你的东西去讨好朕的臣子。父皇恕罪，儿臣当时年幼无知，儿臣无知，去为你真正的父亲谋划点什么了？父皇，你在说什么？儿臣听不懂。不能忍，绝对不能忍，忍了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听不懂？你看看这个孩子，他像朕；你再看看你，你说说你哪里像朕？父皇，儿臣别挣扎了，你左耳后面有颗小痣，跟那大将军一模一样，我刚出生都看见了。父皇以前是瞎了眼才没发现。16年，朕帮别人养了16年的儿子，还把他立为太子。传朕旨意，太子萧恒运德行有亏，秽乱宫亲，废为庶人，赐朕酒。奴才遵旨。父皇，你不能这样对我。东宫上下所有知情人一并处理了。恒运，我的儿啊！是你还我的儿！皇玉娘娘，请您冷静。萧瑾在哪儿？让他出来见我！陛下已经去了二将府。您被嫁去二将府。父皇，您怎么亲自来了？父皇，这就是弟弟吗？快让儿臣看看。彭明，听说你最近得了一幅前代名家的画，拿来给我看看。是，那是孩儿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正想呈与父亲品鉴。父亲请看，这山水之气势，这笔迹之老迈。就这？这是晋坊，手艺粗糙，
你舅舅花了5000两，就给你买了这么个玩意儿。父皇，这怎么会？父皇恕罪，儿臣不知这是假的。父皇怎么会知道5000两？这件事只有我和舅舅知道。你连这是赝品都看不出，那你可知你舅舅私吞了边境护卫队的物资，戍边的族中子弟食不果腹，一避风，以身守护疆土。你们母子却在府中沉溺这些风雅玩物。再问你，是谁的儿子？父亲，我是您的儿子，是您亲生的孩儿啊！亲生的，你身上流着外姓的水，你也配做朕的儿子？来人，奴才在。吏部尚书满门被朕抄了，全部打入班房，秋后问候。二皇子与外臣内外结合，意图反乱，赐白绫。手下留情，恒明是无辜的，他还是个孩子，是臣妾的错，是臣妾娘家的错。你要罚就罚臣妾，放过孩子吧。放过他？你生的这些好儿子，真是一个比一个让朕惊喜啊！你在求情之前，不如先想想下一个我该去哪里。不，我的恒明！下一个是三公主，她爹是翰林院大学士，不过这个公主还算聪明，估计不好对付。可惜啊，这栋梁是别人家的，她爹一个满口知乎者也的老酸租。当年父皇还是太子的时候，两人经常谈论诗词。谁能想到这朋友妻还真不客气啊！儿臣参见父皇。你在做什么？儿臣心绪不宁，想写几个字静静心。哟，你早就从东宫和二皇子的动静里猜到不对劲了，你这是在赌父皇还念着父女之情。朕也觉得心绪不宁，不如你替朕写一幅字吧。不知父皇想让儿臣写什么？国泰民安。这是先帝的祖训，也是父皇毕生的追求。此时此刻，这4个字便是催命符。儿臣遵旨。来了，藏不住了。李文博的字以风骨闻名，尤其是捺这一笔，会有一个极其微小的上挑，被称为文博钩。你从小跟着他学字，这习惯已经刻进骨子里了。彻底输了，终究还是输了。写得好，不愧是李大学士教出来的女儿，连文博钩都学得惟妙惟肖。父皇怎么会知道文博钩？那是生父笔法的私密细节，除了我和娘，没人会懂。都怪你为什么要出生？你这个怪物，我要干了你！来人，把他拖出去，赐剑。小姐，你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你以为我们没了，你就能高枕无忧吗？我娘不会放过你，我外公、舅舅，还有镇国大将军，他们一定会来找你算账。你的江山迟早是别人的。走。爹，别气，为了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往后咱们再生一堆亲生的便是。别想了，想越多越闹心。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大事还没办完呢，还剩2个，不赶紧动手，难不成留着给他们过年吗？王德，奴才在。摆驾，去武英殿。这。陛下收手吧，臣妾错了，臣妾活该。您可以不放过臣妾，但求您放过剩下的孩子，他们是无辜的。无辜？那朕呢？朕就不无辜吗？是臣妾的错，全都是臣妾的错。求您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看在孩子们懵懂无知的份上，
夫妻情分。从你生下第一个别人的孩子时，我们之间就再无情分可言。老爹，别跟他废话，这女人坏得很，现在是在演苦情戏，故意拖延时间呢。她肯定早就派人出宫，给她娘家和镇国大将军报信了，得赶紧动手，等他们带兵闯进宫，就麻烦了。自此，这一随他亲爹张冲那猛男，反观父皇一身儒雅帝王气，这基因压根对不上，明白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劲儿。咦，父皇，您怎么来了？父皇，快看，这是我新练的拳法，您看厉害不厉害？这套拳是谁教你的？是张统领呀。张统领说这是他们张家的家传拳法，叫崩山拳，可厉害着呢，能强身健体，还能保护父皇。张家的拳法，完了完了，这孩子真是自己把头伸到父皇手里。唉，皇家的太祖长拳不学，偏偏去练外臣的家传拳法，这不是明晃晃的自己送头来吗？父皇，儿臣……你很喜欢张冲？张统领对儿臣可好了，他经常带我出宫骑马，教我打拳，陪我的时间比父皇还要多呢。好，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朕就送你去见他。见张统轨？可他不是在宫外当值吗？传朕旨意，禁军统领张冲玩忽职守，连通内宫，意图不正，就地处置。皇子萧恒武非朕亲子，即刻贬为庶人。父皇，为什么？为什么？儿臣到底做错了什么？您告诉我。你没错，错的是你娘，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好叔叔。唉，真是个单纯的娃，到这地步还蒙在鼓里。算了，我就做件好事，让你知道个明白。那个疼你的张统领根本不是什么叔叔，是你亲爹。父皇养了你12年，到最后竟是帮自己的下属养儿子，你说他能不气吗？张冲才是你的生父。原来是这样，我是他的儿子，难怪我再怎么努力都学不会你们皇家的剑法，却天生练得他的崩山拳。父皇，我居然又叫了一声父皇，我不怨你，想怎么处置我都行，我悉听尊便，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你没资格。萧姐，你给我记住，我娘不止我一个儿子，你清理不干净的，你这皇位迟早要被我们张家的人坐上去。陛下，宫门那边已经处理干净了。还剩几个？还剩几个？还剩最后一个，五公主萧云礼，今年刚满10岁。她的生父比前几个更离谱，既不是朝中王公大臣，也不是威武将军，是一个西域来的宫廷画师。
当年还是母亲跟父亲提了许久，父皇才同意的。许多事积累，才有今天的局面。父亲啊，父亲，终究是你太繁忙的原因。去吉秀宫。是。这混血儿的模样多显眼，当年那个画师就长着这么一双眼睛。您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自欺欺人？心大到连这种事都不疑心？云离，父皇，您怎么来了？在作画，画得不错。儿臣画着玩的。这种画法，朕从未见过。是谁教你的？别扛了，你那个画家爹亚兰，3年前因为想带你回西域，都被你母后善后了，就在宫外的一片树林里面。朕再问你一遍，是谁教你这么画画的？是亚兰老师教我的。他不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父亲。你和他都有一双不属于这里的眼睛。父皇，我想去见他。好，朕成全你。王德，让他体面点。奴才明白。陛下，都结束了。这双手今天签发了5道指令，5个曾经视若亲生的孩子，如今都不在。我知道这不叫结束，这叫开始。真正的过程才刚刚拉开序幕。下一个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啊，我们的好母后。哎，别看了，看得越多心里越堵。说到底，你也是个可怜人，付出了真心，却换来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虽是帝王冷硬狠绝，可作为父亲，当真已经尽力了。这木剑是他亲手为太子削的，那些画师古琴曾经满心的期许，一夜之间，老爹，别哭了，都过去了，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好，朕还有你，朕就只有你了。小锦，我嘎了你！小心，簪子有毒！怎么，演完母子情深的苦情戏，这就急着对朕下手了？小锦，你这个屠夫，你这个刽子手，他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皇后，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从不是朕的孩子，是你与那些人生下的。你胡说！他们都是你的骨肉，让我们争宠，是你的。若真是朕的孩子，你为何要持簪对我下手？嘎了朕，好让你那大儿子镇国将军的主，名正言顺坐上这皇位，对不对？是，你说的全都对。萧恒运不是你的儿子，萧恒命不是，萧云秀也不是，萧恒武不是，萧云丽更不是。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是我和真心待我的男人生下的骨肉。只有你，萧瑾，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娶我，从来都只是为了我马家的兵权。说完了。朕从未爱过你，你还记得这个吗？成婚之前，你送朕这枝桃花，你说喜爱桃花，朕便为你变植桃树。你说偏爱西域画作，朕便遍寻西域画师。你说爱听琴音，朕便费尽心力寻来焦尾琴。可你回报朕的是什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只欲取朕性命的簪。皇后，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不是的，你听我解释。传朕旨意，皇后马氏德行败坏，秽乱宫闱，意图弑君，废黜后位，打入冷宫。马氏一族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钦此。是你这个小妖怪，是你害了我全家，我做鬼也绝不会放过你，萧瑾，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皇上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昨日宫中巨变，朝野震动，朕今日便在这朝堂之上，给天下、给诸位一个交代。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马氏德行败坏，扰乱宫闱，密谋联络镇国大将军、吏部尚书、翰林院大学士、禁军统领、宫廷画家等人，诞下伪龙庶子，祸乱朝纲，包藏祸心，其心可诛。太子萧恒运等五子，并非昨日集数服役。皇后马氏废黜后位，变为庶人，终生驻灵宫。马氏一族意图谋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钦此。大清洗开始了，你们看，吏部尚书那一系的人脸都白得像纸，还有镇国大将军的旧部腿都在抖。这一下注定要消失很多人了。众爱卿对此判决可有异议？陛下圣明，此等叛臣罪该万死，臣复议。臣等复议。好，王德，奴才在。传朕旨意，命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司会审即刻彻查此案，所有参与之人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奴才遵命。禁军统领听令。臣在。即刻查抄所有逆贼府邸，家产尽数冲入国库，一人不得漏网。臣遵旨。众爱卿，朕昔日诸子皆为外父，尽数服刑。上天垂怜，为朕留下这唯一根骨。朕怀中皇子，明他是朕唯一的皇子。自今日起，
册封为护国监国太子，赐金印，向太子俸禄，参与朝政。陛下，太子尚小，此举不妥呢。哼，老顽固！兵部尚书，当年镇国大将军是你提拔的，你怕被清算吧？御史大夫，你儿子娶了马家旁系的女儿，你是怕被株连吧？礼部尚书，你个老古董，就知道抱着祖宗规矩不放。朕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朕意已决，谁赞成，谁反对。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么一个杀伐果断的爹，看来我这条小命是保住了。动我就是动国本，父皇会撕碎任何人的。老臣参见陛下。爱卿平身，何事？陛下，京中情况甚急，已是人人自危。老臣恳请陛下稍缓雷霆之威，对于一些胁从之人，可否法外开恩，以安抚朝局？唉，这老头真是个书呆子，心地不坏，就是缺了点智慧。现在跟敌人讲仁慈，马家和镇国大将军势力盘根错节，今天放一个，明天他们就能串联造反。对他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啊！大人，丞相，你觉得朕管得太多了？老臣不敢。朕知道你是怕朝局不稳，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重刑。朕要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陛下圣明，是老臣糊涂了。起来吧，王德，把名单给他。这是三司会诊的名单，你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这名单不行啊，漏了太多人了。看来三司里也有鬼。兵部右侍郎王奔，那是镇国大将军义子，名单上居然没有。户部侍郎钱波是马皇后的表外甥，专门转移钱财的也漏了。还有大理寺卿赵明明收了马家30万两，贼喊捉贼。最夸张的是金昭妃、孙谦手握3000府兵，早就被说通了，一旦作乱，后果不堪设想。陛下，这份名单老臣看已经很详尽了。是吗？既然丞相也觉得没问题，那就先退下吧。老臣先行告退。红叶，若不是你，朕恐怕要被这些人蒙蔽到嘎。嘿嘿，小意思啦，谁让你是我爹呢？哈哈哈哈。王德，奴才在。把这份名单交给龙影卫指挥使。是，让他亲自去办，告诉他朕要活口，朕要顺着这些人，把背后所有同党都挖出来，一个都不能留。奴才遵旨。走，红叶，爹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家。红叶，喜欢吗？这就是太子府，爹把国库里最好的东西都搬来了。太浪费了，老爹，我个婴儿懂什么？有这钱，还不如犒赏一下边关的将士。北边的蛮族最近可不太安分，小心他们趁着咱们的内乱突然打过来。王德，传朕旨意，从内党拨白银100万两，黄金10万两，即刻送往北境犒赏三军。国库如今，朕用自己的，就以内党的名义。奴才遵旨。尹朕，老爹，你快神经衰弱了，再这样下去，不等敌人打过来，自身先垮了。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朕不困，朕怕一闭眼你就不见了。哎，这场动荡把他搞成惊弓之鸟了。为了让你安心，看来我得配合点。红叶，你看这个，这是关于镇国大将军府的查差报告。这老匹夫光金库就搜出了500万两白银，还有一座能装备3000人的私兵库。就这么点？不可能啊！那老狐狸贪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只有500万？还有那5000私兵的装备哪去了？让我想想。对了，小说里提过，他府里后花园那座假山那是空的，下面有地道，直通城外庄园。真正的金山银山都在那下面。龙影卫指挥使何在？
臣在。带人去镇国大将军府，把他家后花园的假山给镇绝了，下面有地道。陛下，臣遵旨。红叶，你真是上天赐给朕的宝贝。朕去偏殿睡一会儿。陛下，这几位都是宫里最稳妥的奶娘和嬷嬷，请您过目，为太子挑选贴身伺候之人。这是刘奶娘，经验丰富。不行，这个手脚不干净，上个月拿了上衣裤的布料出去卖，我的玩具会被他偷光。下一个，这是赵嬷嬷，做事干练。这个更不行，他是背后马氏的人，万一哪天想不开，在我奶里下毒，我哭都没地方哭去。拖出去，查查他的底细。咦，这个老夫人还不错，祖上3代清白，儿子在禁军当持，忠心耿耿，人虽然笨了点儿，但踏实心善，就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张翠兰。好，以后由你照顾太子，头抬起来。记住，你的名，你儿子的名，都系在太子身上。他若有半点差池，你们全家都不用活了。奴婢遵旨，万死不辞。红叶，喜欢这里吗？以后爹天天带你来。这御花园修的是不错，就是风水差了点儿。左边带刺的花不吉利，右边那座假山，那个假山太高，犯了白虎探头的忌讳，主血光之灾。等等，那块石头在动，不好，有危险，石头要掉下来了！护驾！护驾！封锁御花园，给朕查，掘地3尺也要把熊叔找出来。居然敢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动手，这人能量不小，能收买工匠，还能避开禁军，这是精心策划的刺杀。回陛下，抓获了几名负责修缮假山的工匠，他们招供是被人用家人威胁。幕后主使是谁？他们不知道对方通过宫里一名侍从单线联系，而那个侍从刚刚被发现投镜了，线索断了。查这些小喽啰有什么用？能在宫里布下这么大的局，肯定公头有脸的人物。让我想想，马皇后倒了，镇国大将军也倒了，他们的党羽也被清洗的差不多了，谁还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呢？除掉我们父子，谁的利益最大？当然是其他皇子。可不对啊，其他皇子不是都被父皇你咔嚓掉了吗？等等，我好像忘了什么。对，六皇子，父皇你还有个儿子，六皇子萧恒安，今年8岁，生母是娴妃，因为从小体弱多病，一直没什么存在感，所以被你忽略了。娴妃一定是他，他爹是工部侍郎，负责皇家园林的修缮，他又是马皇后的远房表妹，跟马家关系匪浅。马皇后一倒，他怕被清算，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除去了我们，他的儿子萧恒安就是你唯一的儿子了，到时候皇位不就是他们母子的了吗？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德，摆驾长春宫，朕要去看娴妃。这臣妾参见陛下。父皇，平身。恒安的身体还是不见好。回陛下，还是老样子。太医说要静养。哼，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衣，这演技比马皇后那个人高明多了。还有这个小的也是个影帝，你看他呼吸平稳，眼神清明，哪有半点生病的样子？这苍白的脸色是用米粉扑的吧？哼，是吧？心虚了不是？怕父皇号脉发现你儿子根本没病。朕听闻
昨日出了事，你没受惊吧？臣妾听说了，真是骇人听闻。三公主他们，臣妾一晚上没睡好。是啊，朕也很痛心，所以此事朕一定要彻查到底。方才龙影卫来报，说查到了一些线索。那真是太出色了，一定要将此人绳之以法，告慰皇子们的在天之灵。你看，他袖子里的手已经攥成拳头了，他在紧张。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到底查到了什么。说来也巧，龙影卫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残留的粉末，经过太医院检查，那是永效软骨散的西域奇药，无色无味，但是能慢慢复制掉草木的纤维。此人就是用这种药弄断了固定山势的绳索。居然有这么神奇之物！是啊，更巧的是，太医院的记录显示，整个皇宫最近只有一个人申领过这种药。贤妃，你前几日不是说恒安腿脚抽筋，需要软筋散来泻活化瘀吗？陛下，你在怀疑臣妾？臣妾冤枉啊！那药确实是臣妾认领的，但真的是给恒安用的呀！臣妾怎么会去害皇上和太子呢？臣妾与世无争，只求恒安能平安长大。臣妾怎么会做这种事？父皇明鉴，母妃是冤枉的。剧情反转了，到现在还不承认，心理素质可以啊。可惜你以为证据只有这个吗？太天真了！你爹是工部侍郎，这个月正好负责园林的修缮工作。那些被收买的工匠可都是你爹手底下的人，你猜他们能扛多久？朕也觉得你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朕把你父亲陈大人也请进了宫。朕想他应该会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下为何他手下的工匠会恰好出现在那座假山，又为什么这些工匠的家人会在昨天集体收到了你娘家送去的一大笔封口费。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狡辩？我为什么要狡辩？雷克人是我弄的，那块石头也是我让人弄松的，我就是要嘎了你这个孽种！凭什么马皇后那个女人生了5个别人的孩子，还当这么多年的皇后，而我为你生下了真正的皇子，却只能屈居人下看他的脸色？凭什么你一夜之间嘎了他所有的孩子，却偏偏留下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还封他做太子？那我儿子呢？我的恒安呢？他才是你的继承人，他才是未来的皇帝！你偏心，你不公！父皇，你错了，母妃不是想嘎了你，他只是想嘎了那个小孽种。只要他嘎了，你就会看到我的好，我才是你最优秀的儿子。我的妈呀，这小子是个天生的反社会人格吧？也太可怕了！老爹，这种人可千万不能留。好，真是朕的好儿子。传朕旨意，贤妃陈氏心肠狠辣，谋害皇嗣，罪无可救。其子萧恒安天性凉薄，协同作恶，令人发指，朕就成全你们母子。你不是说他才是未来的皇帝吗？好啊，从今日起，这长春宫更名为永安宫，你就是这永安宫的太后，他就是这里的皇帝。每日朕会派人送来1个人的口粮。至于这口粮是太后吃还是小皇帝吃，就看你们母子情深到什么地步了。小姐，不，你这个魔鬼，你不得好运！父皇，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工部侍郎教女无方，纵容外妾，酿成大祸，革职抄家，贬为庶民，永不录用。老爹，你转性了，对这种人居然这么仁慈，只是贬为庶民。嘎了他，太便宜他了。朕要让他活着，朕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最疼爱的女儿和他最看好的外孙是怎么在那座宫殿里自相残杀，慢慢腐烂。朕要让他一辈子都活在悔恨和痛苦中，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狠，还是你狠，杀人诛心这招玩得溜啊！处理完贤妃一党，父皇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再信任任何人，
除了怀中的我，从此我这个护国监国太子成了陛下唯一的逆鳞。万岁！万岁！北蛮的使者，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啊，笑里藏刀。他们今年送的贺礼比往年少了2/3，看来是没安好心。我猜他们觉得咱们刚经历内乱，国力空虚，趁机捞点好处。南越的藩王倒是挺老实，不过他那个商人带来的那些珠宝倒是不错，可以给国库创收。尊敬的大晋皇帝陛下，我奉我们大单于之命，向您和尊贵的太子殿下表示最诚挚的祝福。我们大单于还说，为了表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他愿意将他最美丽的小女儿嫁给您，与你永结情尽之好。来了来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是想搞美姬暗参间谍啊，老爹，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你要是敢给我找个后妈，我就哭给你看。多谢大单于的美意，只是朕刚经历了家门不幸，心中悲痛，暂时没有再立新后的打算。不如这样，朕听说南越王世子至今尚未婚配，而北蛮的公主素以美貌和贤惠闻名，不如朕做个主，将公主许配给南越世子，成就一段良缘，岂不美哉？高，实在是高！一招祸水东引，让南越和北蛮互相猜忌，狗咬狗，顺便还敲打了南越王，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老爹，你这帝王心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怎么，两位是觉得朕这个媒人做的不好吗？臣等谢陛下隆恩。一场外交风波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化解了。父皇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即便内乱，他依然是铁血帝王。未来敌人还有很多，但我们无所畏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个字念泽，不是之意。你知道啦，父皇耳朵真灵。15年弹指一挥间，那个襁褓中的红叶，如今已是名震天下的护国监国的太子。父皇给了我最好的一切，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武艺，还有独一无二的父爱。他从未再娶，后宫形同虚设。如今朝堂早已大换血，那些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父皇一手提拔的寒门子弟。他们对父皇忠心耿耿，对我这个太子更是敬畏有加。他们都知道，我虽年少，却是帝国的影子决策者。15年来，父皇处理军国大事从不避讳我，我们的交流无人能懂。他看奏章，我看他的脸；他听我的心声，我给他建议。我们父子用一种最诡异也最默契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15年国泰民安，直到今天。狼养肥了，终究是要咬人的。阿史那雄30万铁骑。这15年来，我们在休养生息，他们也在卧薪尝胆。红叶，你怎么看？此战不可避免，而且此战必须打赢。不但要赢，还要赢得漂亮。要一战就打断北蛮的脊梁骨，换来我大晋未来50年的和平。具体该怎么打？30万铁骑，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后勤。一旦粮道被断，不出半个月，30万大军就会不攻自破。殿下所言极是，但老臣以为只要坚守不出，耗死他们即可，这也是最稳妥的战法。不，这一次不一样。阿史那雄不是蠢货，他既然敢集结30万大军，就一定想好了后路。我猜他会兵分2路，另一路会绕到西边的沙漠，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入我朝境内。殿下，那片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人马根本无法通行。正常情况下是无法通行。但如果他们找到新的水源呢？有一批西域商人向北蛮贩卖了大量的打井工具，当时我们以为是为了民生，现在想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片死亡之海里挖出一条生命通道。红叶，依你之见，我们该如何应付？将计就计。殿下的意思是，第一，雁门关依旧重兵把守，增派民夫日夜修筑工事，声势造得越大越好，要让阿史那雄坚信我们已经中了他的圈套。第二，调集我国最精锐的20万玄甲军，秘密开赴西部边境，在那片沙漠的出口处张开一张大网，等他们自投罗网。那支骑兵只要全歼了这支部队，阿史那雄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崩溃。但这还不够，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断其粮洞。北蛮30万大军，他们的粮草必然通过固定路线从后方运送，烧光粮草，到那时军心动摇，士气全无。30万大军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红叶长大了，就按太子说的办。此战朕要御驾亲征，朝中大小事务皆由太子决断，如朕亲临。臣等遵旨。老爹，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你负责开疆拓土，我负责固守江山。我们父子联手，
这天下将再无敌手。出发！拼击司臣乃是大凶之兆，殿下年幼，如何能担此大任？此举违背祖宗礼法，更是亵渎圣人经。正是，朝廷大事，岂可视同儿戏？就是。说完了，就拖出去停棒80，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现在是谁说了算？殿下不可，自古言官无罪，殿下怎可因言杀人？丞相，你要为他们求情吗？那好，你跟他们一起去吧。还有谁有异议？很好，既然没有异议，那就开始办正事。户部尚书，臣在。我要你在半个月内筹集到足够支持前线3个月的粮草，少一顿，提头来见。臣领旨。工部日夜赶工，打造出1万架新式武器，1个月内必须送到雁门关。兵部核查所有将士的抚恤金，战前务必发放到每一个士兵家人手里，若有贪墨，夷3族。我不再是躲在父皇羽翼上的小孩子，我是萧弘毅，这个帝国真正的继承者。父皇离开后，阴沟里的老鼠都钻了出来，妖言、通敌、背叛。他们以为我软弱可欺，但他们忘了，影卫是父皇留给我最锋利的刀。不和谐的声音消失了，帝国这台战争机器终于在我的手中开始全速运转。老弟，一切顺利。西部那支5万人的北蛮骑兵，再有3天就要走出沙漠。玄甲军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就等他们钻进来。断粮的轻骑也出发了，只要粮草一烧，你就可以发动总攻。捷报，双捷报！第一封，玄甲军大将军李牧在昆仑山下全歼北蛮5万骑兵，无一漏网。第二封，骠骑将军霍寇领率3000轻骑奔袭千里，火烧北蛮粮仓，100万担粮草付之一炬。大晋万岁，陛下万子千岁！高兴得太早了，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进攻，不许退！谁敢后退一步，杀无赦！打破雁门关，我们要活下去！大秦皇帝拿命来！阿史那雄已死，降者不杀。这一战，父皇一路追杀，越过长城，深入草原腹地，从此北方再无蛮族。漠北都护府，只有大晋王朝的漠北都护府，父皇完成了真正的不世之功。儿臣恭迎父皇得胜归来。好，朕的鸿雁做得很好。父皇的拥抱里有骄傲，有欣慰，还有深深的依赖，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在京城运筹帷幄的我。王德宣旨：朕年事已高，恐难理朝政，退位为太上皇，皇位由护国监国太子萧弘业继承，钦此。陛下，不可！太子年幼，涉世未深，此举不妥，请陛下收回成命。臣等不义。够了！弘业之才胜朕10倍，他为帝，乃国之幸，民之幸。谁若不服，便是与朕为敌，与大晋为敌。臣等遵旨。年龄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们知道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守护这片疆土，这条路很长，也很孤独，但我在乎，因为我的身后永远站着。恭贺盛典，诸位请起，聘号叶昌，愿大晋永世安宁。父皇，怎么当皇帝的感觉如何？很累，但也很充实。那就好，红叶，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母后，当年只顾着江山，忽略了她，才给了那些人可乘之机。爹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有了你，你是爹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礼物。老爹，别说这些抒情的话，
考得我都想哭了。好，不说了，以后这江山就交给你了。爹相信你会是一个比爹更出色的皇帝。父皇放心，这万里江山，儿子会为你好好守着。我会让大锦成为一个真正的万世不朽的王朝，红叶之治。